收桶，我要吃的是回收物品。为什么人家会乱喂我吃垃圾？祖屋楼下四处可以看见蓝色回收箱，个个也都贴上分类标识。但是你看，no， 不可以！可怜的回收箱，到底是谁还在污染它？蓝色回收箱只收4类回收物品：纸类、金属、塑料和玻璃。但是，即使政府呼吁了无数次，新加坡人还是随意把不该回收的物品丢在蓝色回收箱。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整个都是纸巾耶，这一看就不能被回收吧？太恶心了啦！其实我做了这个环保回收就好一段日子了，然后每天都是非常努力在把所有的瓶瓶罐罐洗干净啊，把所有的纸箱压平。可是当我想象我每天整理的东西其实是跟这些肮脏物品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很无助，因为这就代表其实我每天整理的东西根本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回收，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些丢进去？数据显示，蓝色回收箱所收集的回收物品当中，有40%的物品因为受到污染而无法回收，罪魁祸首就是食物残渣和纸巾。根据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在2023年的住家垃圾回收率只有达到12%，这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也就是说，每公斤的垃圾当中只有120克被有效的回收。所以，即使当中有更多可回收的垃圾，最终也会被焚烧，无法再循环利用。相比之下呢，台湾的垃圾回收率就达到了55%，韩国达到了60%，都远远超越了新加坡。新加坡的回收系统不像韩国和台湾一样做细致的分类，尽管如此，已经有不少国人觉得回收过程很不方便。我在家中分类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又是我的包裹，你知道我新手妈妈就是有买不完的东西，昨天才刚刚来了尿片，然后今天又来了多几样。所以现在呢，就是拆包裹时间。每次收到包裹的时候，它里头都会有这些气泡膜，然后每次我都不知道到底这些可不可以回收。家中常见的一些物品该怎么回收？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来问一问。科长，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物件，要跟你讨教一下。你知道女人爱买是天性，所以我家里常常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包裹，对，有过包装的。然后呢，里面就会每次裹上就是很多包装，然后我每次都很懊恼，不知道到底这些，比如说这个气柱带啊，这是可以的。可是我建议就是在丢弃之前呢，就是让它放气，就是对，戳破它。对吧？这种呢，它到底是这个其实是相当扎实的。对，你可以留在家里放你的厨余啊，切水果什么菜啊，就在丢啊。那你知道平时都会收到很多这些信封，这些都可以丢进去啊。这个里面有这个泡沫层的，就拿除掉了。然后纸跟这个塑料分开，也要分开。最近大家都很爱喝泡泡茶，是难免会出现这样子的杯子。所以有装过饮料的话，当然要清洗一下。吸管就不行哦，对，因为太小了，所以它比较难去回收。然后这一层就可以拆掉，然后就这罐子把它撕开，对。所以这个不建议。再来就是农历新年要到了，大扫除，大家对辞旧迎新，难免会淘汰这些旧衣物，还有这些装饰品。是。衣服可以扔进去，衣服不可以。对，衣服不过有一些民间的组织，他们有回收这些旧的衣物，它可以可能捐给
一些慈善机构。那么不然的话就是可以送人就送人哦。看看周围的朋友对啊，有没有要而且现。在流行复古嘛，这些可以再穿，而且要保持身材不需要加码。哎，这些装饰品呢，次长？对，这些当然我们过年过节会有这些龙年的。对，就蛇年要来了就不可以用啦。看起来也像牛嘛，对吗？所以羊也可以。牛也可以，羊年也可以。这些都不可以再回收，因为呢，你看这些有一些一些特别的材料，它不是全纸。最好的是不要买有生肖的吧？对，那种常年出入平安年年可以用的，12过了年也可以不管什么生肖都可以用。当的话也可以。有了这些新知识，我决定挑战自己，时时刻刻对自己所产生的垃圾当场进行分类，了解难点在哪里。环境局局长邓慧敏召开记者会。在新闻室呢，我们不时需要为新闻稿配音，或者是为专题做旁述。那么如果看到这些纸，它背后呢，还可以用的话，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头。那么如果不可以用的话，今天就拿来做回收，放在纸类的箱子。OK， 要喝什么？我和工作人员把这些饮料喝完了。那么在回收之前呢，我们必须把这些塑料杯洗干净这样呢，确保它们没有污渍，才可以有效回收。哇，好多，我们怕阻碍到别人。尤金，你要不要帮我？一人洗2个。盘渣不要留在公共的这个洗手盆，要把它弄干净。现在把塑料杯跟这些纸袋都已经洗干净，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们非常的湿。然后我在放进蓝色回收箱之前，我们都必须把这些洗干净，然后弄干。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布怎么办？去哪？你可以帮我去找一下。好，我在这边等你。不容易。庆幸我们的编导的车上有布。其实我觉得这个步骤是在外面是挺难的，因为你除了要洗，你还要弄干。如果在一个湿的情况丢进蓝色回收箱的话，可能会弄湿其他的可回收物件，这样子就不好了。600，没有了，5块6，嘿，谢谢安迪，拜。来休息一下，看看我们买了什么。买了这个炸香蕉，还有这个油条和萝卜糕。油条跟萝卜糕都放在这个这样子的塑料袋，而炸香蕉呢就放在纸袋。可是这个纸袋，你看，它已经沾满了油渍，所以就代表说它已经不能回收了，因为它已经是弄脏了如果把这个丢进这个蓝色回收箱，就可能会弄脏其他的可回收物件，所以大家要注意哦。那么这个虾饺跟烧麦是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保丽龙盒，很可惜呢，这个保丽龙是不能回收的，所以下次比较更好的方式，或许就是自备餐具。请问次长，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更有效的回收？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循环回收，可是如果要往后几步去想呢，其实为什么要有垃圾呢？我们可不可以减少垃圾？不要制造垃圾。对对，就减少使用，就好像你在打包你的晚餐的时候，要带回家吃，你就不要拿塑料的这个餐具、筷子对，反正回家。肯定家里会有自己的餐具嘛。如果从这方面着手的话，我们需要丢弃、需要再循环的东西就减少很多了。新加坡人到底会不会正确的进行回收？我们要来检查到底你
即将要放进这个蓝色回收箱的这些回收物品，到底是可不可以丢进去的？收集的过程，你也可以看得出它其实是很累的。对，